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中，生活着一对情深义厚的兄妹。从他们幼年时起，就分别跟着父母居住在相隔500公里的两地，但这种物理距离并没有减弱他们之间坚定的感情纽带，反而激起了他们内心深处对彼此的思念与渴望。终于在两人长大成人后，因为哥哥的计划让他们的命运再次交织在一起。他们在这个计划中做了所有不该做的事，这就是今天所要讲述的肯尼斯3重谋杀案。圣查尔斯是密苏里圣查尔斯县的县治，它位于密苏里河畔，是法裔加拿大毛皮商人路易斯·布兰切特所创建，曾是密苏里州第一个首府，后被杰斐逊城所取代。横贯东西的70号洲际公路在这里穿过。2005年2月9日是一个寒冷的星期三，警员托尼·霍伊希克和往常一样在70号公路巡逻。当他行驶到祖母贝尔路出口附近时，看到一辆轿车时速过快，于是托尼打开警灯，试图拦截那辆车。托尼确定对方发现了他，但反而开得更快。他在车流中穿行，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直到托尼将对方逼到了应急车道，才被迫停了下来。托尼根据经验判断，超速可能不是唯一的犯罪行为。他小心翼翼地走进车辆，先来到副驾的一边。他看到副驾上坐了一名20岁不到的女子，驾驶位则是一名20多岁的男子。托尼故作轻松地开了几句玩笑，并要求查看他们的身份证明。男子递给他一张佛罗里达的卡片，卡片上显示他叫肯尼斯·埃伦，但女子说他只有18岁，没有身份证明，并表示她是肯尼斯的妹妹，名叫卡利·埃伦。托尼怀疑两人隐瞒了什么，当时托尼不会想到兄妹两人所隐瞒的事有多么令人震惊。1950年，肯尼斯和卡利的外祖父母利安德·布拉德利和贝蒂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结婚，婚后育有2个孩子，沙伦和罗纳德。他们有着体面的工作，一家4口非常幸福。沙伦从小就是附近最漂亮的女孩，并且她自己知道这一点。追求她的男孩很多，而沙伦选择了她的真爱埃伦。没过多久，他们的儿子肯尼斯出生了。利安德和贝利非常疼爱肯尼斯，可以说是有求必应。过了几年，沙伦和她的丈夫想再要一个孩子。1986年，他们有了女儿卡利。但是埃伦夫妇的婚姻并不美满，他们收入微薄，在买了房子之后更是雪上加霜。在2个孩子的记忆中，父母总是不停地吵架，有时还会摔东西。尽管外祖父母尽量帮助他们一家，但夫妻2人的关系依然越来越糟。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，肯尼斯和卡利的关系越来越紧密。在学校里，肯尼斯有时也会学父母解决问题的方式，他的成绩越来越差，所交的朋友也都是一些不良少年，因此卡利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。同样，卡利也非常依赖哥哥。兄妹2人承受着同一份痛苦。终于在1989年的一天，沙伦和她的丈夫离婚了。5岁的卡利跟随沙伦继续在印第安纳生活，而15岁的肯尼斯则跟着父亲去了佛罗里达。肯尼斯在搬家后，虽然身边不再有人吵架，但同时他也失去了妹妹，失去了母亲和外祖父母。来到新的地方，也没有任何朋友，他的行为和精神状态都比以前更差了。然而父亲并不太关心他，他既没有得到诊断，也没有得到治疗。肯尼斯朝着黑暗的方向越走越远，而卡利在印第安纳有妈妈和外祖父母的疼爱，生活要幸福得多。但他失去了哥哥和父亲，也觉得没有安全感。卡利和母亲形影不离，在她很小的时候还可以理解，但当卡利长成大姑娘后，母女2人依然非常亲密。有些认识他们的人认为他们过于依赖对方了。沙伦简直把卡利当成长不大的孩子对待，而卡利也非常爱她的妈妈。只要沙伦不在卡利身边，她就显得非常孤独，看上去和其他同学不太一样，因此也经常被人欺负。沙伦知道后去学校反映问题，但似乎也没有什么帮助。
肯尼斯在高中毕业后没有继续上大学，他当了2年兵。肯尼斯长大了，也强壮了很多，但他的性格依然如故。回到家的肯尼斯终日无所事事，甚至开始沉迷赌博和吸食违禁品，他的生活变得一团糟。虽然他曾尝试找过工作，但每次都做得不长久。有时他会去印第安纳州找外祖父，为的是向他们要钱，而且几乎每月都去，就像是领月薪一样。但多少钱都填不了赌博的坑，和大多数恶习一样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情况只会变得更糟糕。在他27岁的时候，肯尼斯被指控盗刷信用卡，他当时逃到了亚利桑那州，但最终还是被警方抓获，他也因此被判处20个月的监禁。在监狱里的肯尼斯有了安静思考的时间，他思考的是出狱后怎么赚钱。当然，即使在监狱里，他还不忘问外祖父母索要月薪。2位老人对这个孙子彻底失去了信心，他是个无药可救的人。利安德说，我们年复一年的给你提供帮助，但结果你却进了监狱，以后你的生活要靠你自己去创造。这意思是将停止在经济上支持肯尼斯。沙伦的弟弟罗纳德觉得父母对姐姐一家已经足够好了，当时利安德已经90岁了，他真的没有义务一直帮助已经28岁的肯尼斯。失去了经济支持的肯尼斯继续为出狱后的生活做打算。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沙伦和卡利，在电话中他说他出狱后有一个计划，可以改善一家人的生活，但电话里不方便说。沙伦看到儿子终于有了长进，感到非常欣慰。2004年11月15日，肯尼斯在服刑14个月后获得了假释，他回到了印第安纳州诺布斯维尔的母亲家。当时他身无分文，但浪子回头金不换。沙伦尽管也不富裕，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都竭尽所能为肯尼斯提供良好的环境，而肯尼斯也确实在计划如何让生活过得更好。他认为阻止他过上好生活的人是他的外祖父母。一天晚上，他终于将他的计划告诉了卡利。他说，外祖父母的银行卡里有20万美金，但如今他和2位老人的关系闹僵了，所以想要拿到这笔钱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杀了他们。他还说，这钱早晚会成为遗产，现在只是提早一点而已。肯尼斯希望卡利可以帮助他说服妈妈，和他们一起执行计划，拿到钱后就可以改善生活。而卡利在听到如此邪恶的计划时，竟然面无表情。他从小对哥哥言听计从，这一次他也没有反对。卡利看似天真的样子，而他的内心似乎也隐藏着阴暗面，因为普通人绝不会在听到这样的计划时无动于衷。2004年12月30日，圣诞节刚过，肯尼斯向沙伦说出了他的计划。沙伦万万没有想到儿子的赚钱计划竟然是这个，这真是令人作呕。沙伦断然拒绝，他不想再听下去，但他似乎低估了他的孩子们。这一次肯尼斯和卡利比以往更坚定，而且沙伦现在也成了他们的敌人，这意味着在执行计划前必须先杀了沙伦。在肯尼斯眼里，任何人都没有那20万来得重要。他在谈论此事的时候是如此的淡定，就像在谈论电影情节一样。此时的卡利有些犹豫了，毕竟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离开过妈妈，但他知道不久后妈妈和外祖父母都会不在的。在哥哥的鼓励下，他最终站在了黑暗的一面。当天晚上9点，卡利把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大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走进沙伦的房间，在确定沙伦已经睡着后，站在窗户旁，看到卡利的信号后，肯尼斯拿着枕头也来到了卧室。他用枕头捂住沙伦的脸，然后用厨刀将沙伦杀害。现在对于卡利来说，唯一的羁绊已经不在了，肯尼斯完全控制了卡利。2人来到客厅喝了一杯，接下来他们在沙伦隔壁的房间发生了关系，彻底逾越了最后的道德底线。可能这是肯尼斯表明他掌控一切的方式。第二天，他们将沙伦的尸体放在浴缸里，并将卧室清理干净，然后去了一家五金店，购买了锯子和垃圾袋等物品。
肯尼斯用非常简单粗暴的方式将沙伦的尸体分割成小块，装进了垃圾袋。现在肯尼斯要进行计划的下一步，他打电话给贝蒂，说沙伦生病了，希望贝蒂来帮忙照顾。贝蒂非常担心，立刻就答应了。2005年1月3日，贝蒂心急如焚地来到杀人家。当他走进房子时，肯尼斯便对他的外祖母下了手。他用一个塑料袋套在贝蒂的头上，直到他停止呼吸。而一旁的卡利则静静地看着这一切。接着，卡利帮助肯尼斯清理了犯罪现场。他们的计划很顺利，在杀害贝蒂后，又离目标近了一步。处理完尸体后，肯尼斯从租车公司租了一辆面包车，将装有尸块的垃圾袋搬到了车上。对于卡利来说，他看到的暴力越多，就越容易接受。兄妹两人的羁绊也越来越深，他们互相鼓励，并憧憬着拿到那笔钱之后的美好生活。在杀害了沙伦和贝蒂后，只剩最后一个家庭成员，那就是当时已经91岁的外祖父利安德。肯尼斯从贝蒂的钱包拿走了零钱、卡片和钥匙，然后和卡利一起开着租来的车去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外祖父母的家。1月5日下午，肯尼斯和卡利到达了目的地，这里曾是他们儿时常来的地方，而不久后将会成为养育他们长辈的葬身之地。他们将车停在房子后面，然后用贝蒂的钥匙轻轻打开了房门。当时利安德正在卧室午休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，他最疼爱的孙子孙女正准备要他的命。肯尼斯在屋里观察了好一会儿，就在利安德走出卧室的时候，他用事先准备好的锤子结束了外祖父的生命。接着两人一起将利安德的尸体搬到了洗手间，但他们并没有急着处理。当时正值寒冷的冬天，因此三人的尸体不至于马上发臭。杀害利安德是他们计划的最后一步。现在所有的障碍都已经扫清，老夫妇的邻居也都认识两兄妹，所以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。现在这里是肯尼斯的领地，他们就这样住在了这里。肯尼斯找到了外祖父的记事本和银行卡片，他一直想要得到那笔钱，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。他分给了卡利一小部分，自己则带走了大部分的钱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丝毫没有耽误时间，立刻开始挥霍。这是他从未体验过的感觉。他游走于娱乐场所和俄亥俄的赌场，但仅仅只过了3天，他就花掉了大约5万美元。这些钱可是他外祖父母一辈子的积蓄。肯尼斯实在是太疯狂了。而卡利也开始以他的方式放纵。他在哥哥离开后就找人安装了互联网，安装人员在屋里屋外进进出出了好几次。当时利安德的尸体还和之前一样躺在洗手间里。现在卡利终于可以做他想做的事。他在聊天平台上有着沙伦不知道的秘密。卡利喜欢和女性交往，他有很多亲密的女友。现在卡利没有任何束缚，他邀请他的女友来到家里，并关照女友不要进那个洗手间，而他自己有时会去，但需要跨过外祖父毫无生气的身体。看似柔弱的卡利内心和他哥哥一样无情。就这样，兄妹两人都过了几周奢侈的生活。眼看钱已所剩无几，肯尼斯知道是时候离开这里了，但在这之前需要处理掉尸体。首先，他和之前一样，先将利安德的尸体分割成小块，然后找来了挖掘工具和几十升水泥，开始在地下室挖了一个大坑。这是一个不小的工程，因为有3具尸体需要掩埋。当时确实有邻居隐约听到了气压钻的声音，但他以为是在装修，所以他什么也没有做。挖完坑后，兄妹两人一起将尸块放进了坑里，然后将水泥把坑填满。在做完这一切后，他们准备永远离开印第安纳州。2月9日，肯尼斯将货车换成了轿车，并将可以带走的财物都搬上了车。他们开车向西行驶，准备去拉斯维加斯。接下来就是影片的开始。就当他们开到70号公路时，因为超速而被警员托尼拦截。
原本托尼可以就超速的行为直接开出罚单，但他觉得两人可能有别的问题，因此就多问了几句。他问肯尼斯准备去哪儿，在那儿待多久。肯尼斯回答说去拉斯维加斯，准备开始新的生活。但同样的问题，卡利的回答却是去玩几天。两人不同的回答更加引起了托尼的警觉，于是他要求查看车辆。在后备箱和后座上，托尼看到了很多贵重物品，以及利安德和贝蒂的卡片，这是不同寻常的。他问肯尼斯这是谁，肯尼斯回答说是他的外祖父母，他们在不久前去世了。托尼又问是同时去世的吗？肯尼斯的回答有些语无伦次，于是托尼通过对讲机对肯尼斯以及卡片的信息进行核实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肯尼斯坐立不安，他的举动增加了托尼对他的怀疑。一名警员在得到消息后立刻前往利安德和贝蒂的住所，房子里非常混乱，但洗手间有明显被清洗过的痕迹。然后警员来到了地下室，此时填埋的水泥还没有干透，和附近的地面有着明显的不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托尼和这名警员保持着联系。当警员将地下室地面的情况告诉托尼时，托尼说：“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”警员回答：“我猜我知道，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。”时间拖得越久，肯尼斯就越紧张。就在此时，卡利突然开口了。他说是哥哥杀了外祖父母和母亲，然后将他们埋在了地下室。我被哥哥控制了。卡利的话终于打破了紧张的气氛。托尼并没有感到奇怪，他当场以涉嫌谋杀罪逮捕了兄妹两人。与此同时，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警员找来了声纳设备，在确定了水泥下埋藏着东西后，开始挖掘地面，并发现了3具破碎的尸体。验尸官现场确认，3名受害者正是沙伦、贝蒂和利安德。在审讯期间，卡利一口咬定是肯尼斯出的主意，也是肯尼斯动的手。当哥哥将计划告诉他时，他别无选择，因为他认为如果不答应，只会在地下室多一具尸体。他完全被哥哥控制，整个过程也只是旁观，没有参与谋杀。他将每一个细节都如数家珍地告诉了警方，而肯尼斯则一言不发。警员告诉他，卡利已经将整个事情的经过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了，现在还不开口是不明智的。几乎崩溃的肯尼斯终于承认了罪行，并声称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卡利，他想给卡利更好的生活。在整个审讯过程中，他尽可能地保护卡利。他还询问警员卡利是否会受到牵连。兄妹两人还在同一个审讯室里见了面。当肯尼斯得知卡利将一切告诉了警方，他没有生气，相反，他感到如释重负。他对警员说，他可能不会再有自由了，可以让他抱抱妹妹吗？警员答应了。在等待起诉期间，肯尼斯给法官写了一封信，他希望能不经审判而直接判他死刑，就连他的辩护律师也无法阻止他这么做。但即使如此，他还是想方设法联系妹妹。2010年2月5日，庭审在印第安纳州立法院进行。当肯尼斯被带到法庭的那一刻，他的眼中充满了焦虑和不安。然而，当他见到记者时，还在为他的妹妹祈求宽恕。他明白他的命运已经注定，但他的妹妹还有希望。在庭审过程中，肯尼斯试图肩负起所有的责任。他坚称卡利在整个事件中都没有参与犯罪，他只是无能为力地站在旁边，与此案毫无关联，所以他应当被释放。并且他在法庭上向卡利传达了他的爱意和关怀。最终，肯尼斯·埃伦因3项1级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130年不得假释，卡利·埃伦被判处终身监禁20年不得假释。他最早可能在2024年2月获得假释。兄妹两人如今分别在潘达尔顿惩戒中心和罗克威尔惩戒中心服刑。尽管肯尼斯的余生将在监狱中度过，
但连他的舅舅罗纳德和表哥查尔斯都认为判决并不公平。他们坚持认为兄妹两人应该被判处死刑。肯尼斯和卡利确实是他们的亲人，但失去生命的受害者同样也是他们的亲人。兄妹两人的罪行，无论是杀戮、贪婪，还是毫无道德底线的行为，都令人无法理解。他们做了所有不该做的事。